Jesus. 这是10几年前发生在雅安避风峡基地的大熊猫袭击事件。一个志愿者在投喂大熊猫的时候违规操作，被一只正处于待宰期的熊猫咬住了手，旁边的饲养员也被吓懵了。大熊猫很可爱，这让很多人丢掉了警惕，完全把大熊猫不当熊了。这是20多年前的一段真实影像。一个男子坐在熊猫圈的铁栏杆外休息，结果被大熊猫一把薅住了衣服。大熊猫强大的力量让这个男子惊慌失措，好在旁边有人第一时间进行了救援，代价是自己的衣服给了大熊猫。这是几年前发生在成都大熊猫基地的事，一个小女孩不知怎么回事掉进了熊猫活动场，保安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救援了。保安不停拖拽竹竿，让小女孩集中注意力。结果这个小女孩好像没事似的处在原地，近距离看起了熊猫，吓得不轻的保安只好用手去拉小女孩。只能说这个小女孩的运气够好，掉进的是亚成体大熊猫的圈舍。如果是成年大熊猫，那真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有人不小心掉进熊猫圈舍，而有人却故意翻进去挑衅大熊猫。2016年，这名男子在出风头心理的作怪下作死，翻进了熊猫活动场，想跟国宝大熊猫来个亲密接触，但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。当他伸手去摸大熊猫的时候，熟睡中的大熊猫突然醒来，冲过去直接抱住了这个男子。他近距离看才发现熊猫居然体型这么庞大，被死死抱住后，这个男子也瞬间慌了，想赶紧逃离，但他太小看大熊猫的力量了，他被死死地压在了地上。好在这是圈养大熊猫，比较熟悉和亲近人，所以根本没下死手，只是抱住了他的大腿，也没有对他进行啃咬。但这200多斤的体重压在这个男子身上，也够他吃一壶了。只能说这个男子祖上是积了点德的，不然现在早就坟头草已经3尺高了。要知道，就连和大熊猫最亲近的饲养员都不敢跟大熊猫有这种近距离行为，平时都要隔着铁栏杆保命。2000年的时候，成都大熊猫基地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，一名14岁的中学生作死翻进了熊猫活动区，被受到惊吓的大熊猫袭击造成轻伤。随后学生家长反而将熊猫基地告上法庭，索要赔偿。结果法院裁决，熊猫基地没有责任。而这个男子比起那个中学生，不知道幸运了多少。在经过3分多钟的挣扎之后，他抓住了一个空档逃了出来。所以说，在参观大熊猫的时候，一定要文明参观，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作死，因为真的可能会死。